好的，一周一次魔术课，各位好，我是刘谦。既然是刘谦的魔术课频道呢，当然刘谦我本人呢每一期都要出现在频道中，但实际上在这边要跟各位说一个秘密，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其他魔术师的。所以呢，我突然想到，偶尔我可以请一些其他的魔术师在这边呢担任这个代课老师，顺便做一些访问，让各位知道在魔术的世界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姿态。那今天呢，第一次来我这个频道担任嘉宾的呢，世界冠军，不光是中国人，他是第一个亚洲人在 FISM 世界魔术奥林匹克比赛历史上第一个总冠军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这边呢探访他。Let's go， 进入到了一个神秘的公寓。神秘的电梯，神秘的一道门。哦，是从这边开的。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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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叨扰，叨扰，叨扰。好舒服哦！来，我们来打球。不对啊，我来这边不是打球的。是魔术吗？我忘了。我不知道干嘛，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今天呢，我要变的其实是扑克牌，但会利用到这些东西。OK， 我们来试试看。来，一副牌，你可以当然检查是没问题的。我们从这边，你随便选一张牌。都可以嘛？对，真的随便都可以。对的。好，可以自己看一下，然后给镜头看一下。放回任何一个位置，其实有点强迫。这叫任何一个位置啊？任何一个位置。任何一个位置。好，把它推进去。推进去。好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可以帮我拿下那颗球吗？非常好。等一下会用这颗球。现在呢，帮我把这牌洗乱。你可以把它丢这边，你可以把它丢这边，你想怎么洗就怎么洗。然后对。我很久没有看过这么过瘾的洗牌方法。好，我连盒子都洗进去。好，把它平均的分开。掉进去。好，平均的把它分开，是不是？我尽量不想要碰到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的。盒子一定要拿走。好，这种感觉是吧？好。这个没有很平均，就是真的把它放平。哦，你是说平均铺开在桌面上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这个意思。好。对，不要有，尽量不要有两张是叠在一起。好，这个很重要。好。这颗球4个角落，你随便摆一个角落。4个角落随便摆一个角落，是不是？那我就摆这边。好，非常好。我等一下会打这颗球，随便打。它会咚，咚完之后会停在一个地方 ，OK， 停在一张牌上，或是停在一个牌的旁边。那张牌有可能就是这张牌打出去，它咚之后停在那张牌上面，那张牌是我选的牌。这种事情发生的话，我把球吃下去。来，1、2、3，咚，来，让我进吧。会是那张牌，是那个意思吗？停在这张牌是最近的，最近的。他也刚也压到他一点点。你刚才抽什么牌？你不要吓我，不可能啊！不可能啊！我也觉得不太可能。所以你刚才抽什么牌？方片 K。那当然，整副牌你刚才检查过，都可以看的。哪有这种事啊？一定全部都是方片 K。大家都看过了。等一下，有一件事情必须得搞清楚一下。我们刚刚说过，今天是魔术课的这个环节，所以我们得要这个解说，要教大家变这个魔术。对，所以可以啊。这个很简单，这很简单。这个是不花钱就可以看的视频吗？这个要教大家今天学这个。对，也就是说，任何观众只要有一副扑克牌在手上，然后看到这个球台，就可以变这个魔术了。对，但还是这个一定要有练习。不是你不能告诉我说要练习运气，我说练习。没有，是练习，不是练习手法。OK， 是练习干法。越来越悬疑了，我们直接进入教学时间吧。教学时间。有一个东西一直放在这边，很低调，有没有？哦，这个东西真的，这个还好，是这个。
哦，这个还好是吧？哇，更大只的哇！哇，这个 size 差好多啊！哦，对，这个好，那小的我们就不讨论了。这个叫做 FISM World Championship of Magic Close Up Grand Prix 2018釜山 Korea。科普一下，这个世界上最权威的魔术比赛，魔术界的奥林匹克大赛。FISM FISM， 当时我也在现场，然后所有的这个观众啊，全部哇，这个吓得下巴都要掉下来。他那个魔术看起来就像这个特效剪辑在眼前现实中重现一样。当初你怎么想参加这个比赛？其实之前我没有怎么比赛过，然后也没有怎么表演的经验。那时候我是当幕后，那时候我是当 Eve 的顾问 ，OK， 所以那时候我没有什么表演经验。可是我觉得 FISM 这我觉得是每个魔术师的一个目标，就像是个运动员把奥运当成目标一样。对，所以那时候我在当幕后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应该也要有一点自己的作品，是，不然我都是创给别人的作品。哦，所以那时候我就自己创了一个流程，然后去比亚洲的 FISM， 是，然后很幸运的有得奖。然后比完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原来我这个流程是大家喜欢的东西。OK， 然后我才把它完善的，然后想说，对我机会去比的话，那干脆就飞过去比嘛。然后要比就比大的，对，所以我就飞过去，然后就很幸运的，真的很幸运的赢了这个奖。我觉得除了很幸运，还有实力好之外，评审的眼光很重要。对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小弟当时也是评审之一。是的，是，对。千万不要觉得评审了不起，评审都是一些行将就木的老人，该退休了才会当评审。没有啊。拿到这个奖之后呢，后来就开始世界各地，就什么百老汇啊，什么这些地方都去巡回演出了。我觉得真的是，要不现在疫情，你可能现在已经在世界对跑来跑去了。最近又上一些国内的节目，达人秀有，最近上了点赞达人秀，点赞达人秀，对，之前美国达人秀、亚洲达人秀，对。都是哪一个是得到总冠军？亚洲达人秀，亚洲达人秀拿总冠军，对，然后美国达人秀拿14强，真的是吓死人了。好，这样的一个人今天来我们这边做客，真的是吓死人了。每一个魔术师呢，其实都有一个变成魔术师的转捩点，从一个普通的人，然后突然就觉得，魔术好像挺有趣，从此以后就入迷了。你当初是怎么变成一个？08年的时候，我在高中，然后有一个朋友每一天都变魔术给我看。那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人好无聊，他每天都只变扑克牌魔术给我看。然后是等到他有一天教了我一个就是 self working 的一个扑克牌魔术。self working 魔术就是说不用手法，对，就是很简单，就是你一学马上就会的。OK。然后我就变给其他人看的时候，就发现反应非常好。我才觉得原来这么简单的东西可以让这么多人快乐，我觉得魔术太有趣了，然后我就开始学。对，我觉得其实通常一个人会对魔术有感兴趣或者变成魔术师，是直到他表演魔术给别人看，他才会感觉到他这个魅力。魔术这种东西呢，它其实跟一般的这种表演有点不一样的，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唱歌跑调，你就继续唱下去啊。那魔术穿帮了，其实就很尴尬，因为就是躲不掉。那你有没有发生过尴尬的事情？有，我觉得每个魔术师一定都会有失误的时候。对。这几天去录了那个达人秀，就有问题，就是好想知道。对，就这样演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邓紫棋嘛，对不对？他很喜欢邓紫棋老师，他很喜欢看魔术，就喜欢去拆穿你。哦，他脑子动得很快，他是会直接就会说出来。其实他是真的很聪明，他真的非常聪明，所以我变什么的时候，他其实马上可以想到我后面要变什么东西，然后我是怎么去变到的，就会说，就直接说破你这个魔术这样子。那这段有播出吗？还是剪掉？当然是剪掉。哇，这尴尬场面，对，这真的很尴尬，而且不只是我，是每个魔术师上去，就是邓紫棋会去为难他一点，但他真的太聪明了，他真的太聪明了。其实这个我自己个人也有经验，是吗？因为我这边团队有一个工作人员，他很喜欢邓紫棋小姐。然后有一次呢，刚好他休息室就在我隔壁。然后呢，有一天呢，那一天呢，我就说喜欢他就要让他知道啊，我就把他带去那个邓小姐的房间里面，秀2招，让他对你刮目相看。他可能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10分钟。邓小姐就从头就说啊，我知道你怎么变了，我就很受打击。因为如果一般你在变魔术碰到这种情况，你可能摸摸鼻子就回去就大哭一场就算了。偏偏邓小姐是她的女神。其实我也很喜欢邓紫棋，所以我一上节目的时候，我是专门挑她来互动。结果就哇，女神哪有这么容易屈服呢？对不对？你表演魔术这么多年，你有没有心得？比如说表演魔术最重要的是什么，或者说魔术可以带给你什么？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？对我来说，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是，你除了自己在家练习以外，你真的一定要去实战，变给观众看。像我之前为什么要什么时候决定变成魔术师的？其实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自己偷偷的跑去讲课，我没有告诉我爸妈。
我自己没去长大，然后就想说，我一定要变魔术师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去成功。所以我到那边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第一个是先习惯变街头魔术，然后先练胆量。不然之前我都是在家里自己练，然后突然站出来要表演，然后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我在那边练了胆量，然后才发现，魔术真的也可以赚到钱。所以你是觉得魔术可以赚到钱，你才开始做这个行业？没有，因为我之前真的很爱魔术，我很想要变成职业魔术师，可是因为爸妈觉得这个是无法维生的东西，所以我一定想办法先去证明说这个是可以，让大家觉得，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成为一门职业的，它可以是当成一个工作来做的，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兴趣爱好而已。访谈差不多到这边了，今天是一个魔术课教育科普频道，所以呢，你得教大家变一个魔术。好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可以。但是呢，之前呢，我们必须得先看一样东西，好，我成名绝招，好不好？这个吗？对，这个全世界的魔术师很爱看这个东西的，这个他自己自创的一个厉害招式，硬币。好，我要检查一下，你看。好。普通的硬币哦，普通的硬币。好，看好了，1、2、3。快点，这个太变态了。好，所以你让观众随便抽一张牌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草花 K， 把它放回来，所以我现在想要它一直在顶牌，所以我会假装切一下，说你看，把你的牌放回到中间。OK。但这个时候其实牌还在上面。魔术的专业术语叫控牌，那我们把它正面向上，让大家看清楚。好，放到最上面，然后从下面拿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呢，它还是在最上面，对，但是会造成一种错觉，会让观众觉得你真的是教，会觉得你是做了这个动作，对，但其实呢，这个牌还是留在最上面。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呢，观众还是以为真的是在中间，你把牌直接摊出来，是，让他随便洗。好，那我的方法呢，其实我是故意把这一堆，因为他牌在这边嘛，对不对？我会故意把这一堆牌离你越远越好，你这样子很难去勾到它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一推过来的时候，你很难去勾到这边。这个动作是你做的。对，因为我是直接说，你随便你随便打乱它，随便洗乱。这个时候我就故意站在这边，一直想引你不要去碰到那一边。OK， 所以你在示范给我看的时候，我们倒带看一下就知道。帮我把这牌洗乱，你可以把它丢这边，你可以把它丢这边，你想怎么洗就怎么洗。先把这个牌推到那边去了，所以你觉得我就不会碰到那边的牌，所以我就会把它这样弄到。但是因为那边离我比较远，然后你人就挡在这边，所以我比较不太有可能会去碰到那边的牌。然后最后要说就把牌分散。可你叫我分散，我可能会动到那4张牌。对，可是这个时候我叫你帮我分散那边，我分散这边。好，你可以引导这样子，然后记得 OK， 它的这一张牌呢，一定要是在角落。也就是说这样是不行的。对，这样是不行。除非你真的练到真的很厉害的话，那可以。但我现在还不行。OK， 这个是最安全的方法。所以它一定要在最远的角落。对 ，OK， 好。好，其他牌就不重要了。总结一下，所以第一步让观众选一张牌，第二步把他选一张牌弄到你右前方最角落那个位置，让观众弄乱，但其实呢，不要让他弄乱到那一张。这时候我就让你选这个球放在哪个位置。OK， 这个时候你真的任何角落都可以放，那你刚才选的是这个角落，然后大概给你看。其实你每一次不管你放哪个角落，我都知道我可以怎么打这一颗球，让它停在这个位置。等，所以说不管我球放在哪个角落，你打出去都可以让它停到那个位置。你确定你是魔术的世界冠军吗？我们来试试看。这个太难了吧？比如说你刚才放这个角落，对不对？哦。好。所以我现在知道，我只要往斜对角打的话，这样轻轻这样打，你看，它就一定会停在这个位置。看到吗？把压在台上。各位，如果你说那个角落的话怎么办呢？来试试看。好，如果是这个角落的话呢，你打这个地方。打什么地方啊？哦天哪！我打太轻。这个比魔术还神奇吧？它最近就是可以上。好，不管任何角落，你就是可以打到那个。好，请解说为什么？好，为什么呢？我打太多的。对。如果你想变这个魔术的话，你要怎么练这个东西呢？你刚开始练的话，你不要练4个角落，你只要练一个地方就可以了。你现在拿着这个球，你随便把球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，OK， 打任何一个固定的位置。好，比如说我现在就是想要打这个地方，好，从一点跟一点这个地方打到这个一点 ，OK， 我真的是随便打。好，它停的位置就是在这边。你连续打什么意思啊？是你连续打个5、6次都是停这边的话，你就知道你要把牌控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是凭经验，就是你一直打，你大概就知道它会停在哪里。对，然后所以你把球放到任何一个位置，比如说我想把球放这边，
我要打这个地方，我打那个地方好了，随便打。好，然后打10次，如果10次里面每一次球都停在这个位置，你就是把牌控在这个地方。可是它力道也有差别，可能会过头。就是这是魔术课还是台球课、啊？这太高难度了吧？我觉得本来就很会打的，可能对这个对他讲很简单。但如果说今天有人对台球不是非常熟悉的话，他得从基础学起2个技能都要学会。你可以试试看，要不要试试看 ？OK， 好试试。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。我觉得你先把球放在任何一个地方，然后先练习那个手感，然后打个3次，只要球一直停在固定的位置的话，你就是把牌控到那个地方。我不要，你直接告诉我打哪里就好了。好紧张哎！打台球输了就算了，魔术穿帮有点尴尬。哎，中了、啊。可是你说轻一点呢、啊？哎呀，哎，是不是？天才也就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天才也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学会了。那下次呢，只要让我看到这个台球桌扑克牌呢，我就知道该做些什么了。你们也一样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呢简明婷 Eric 来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，还有访谈，还有魔术示范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，谢谢。好的，那么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下周见，拜拜。